俄罗斯战将肆意挑衅中国功夫，出场凶神恶煞吓唬人，走路嚣张目中无人，龇牙咧嘴。他真的忘记了霍元甲暴揍俄罗斯大力士的场面吗？那今天就让他回忆回忆。嚣张的大壮士就是来自俄罗斯的米哈伊尔。看着米哈伊尔凶巴巴的表情，恨不得能把郑兆玉给生吃了，还龇牙咧嘴，恶狠狠地盯着郑兆玉，长着一张欠揍的嘴脸。那就让山东硬汉郑兆玉来收拾他。11岁开始练习武术散打，慢慢的从一事无成到功成名就，1年时间获得了7个冠军头衔，65公斤级、70公斤级都有着郑兆玉的一席之地。华丽的组合拳和对比赛的控制，造就了他在擂台上大杀四方。资料显示，米哈伊尔比郑兆玉大了10岁有余。米哈伊尔职业战绩42战39胜14 KO， 郑兆玉则是15战12胜，双方的胜利都是如此之高。对比之下，米哈伊尔占据着绝大数优势，不管是年龄还是打法都比郑兆玉略胜一筹。对视环节，米哈伊尔就死死地盯着郑兆玉，郑兆玉的眼神并没有躲避，而是选择直视米哈伊尔带满仇恨的眼睛。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郑兆玉的硬气，长按3秒点赞即可。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，比赛进入到第1回合，上来米哈伊尔就展开大肆进攻，郑兆玉也不带怂的，直接和米哈伊尔激烈的换拳。米哈伊尔进攻很凶，郑兆玉往后拉扯中，还在不断做着防守反击，猛烈轰炸。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！这一方面呢，也是一种心理战，就是3板斧，所谓的下马威。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，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，包括他的走动，包括他的眼神，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，就像饿虎一样。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，就不过如此吧。转身边锤，看来他这个打法呢，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。OK， 开始，继续，开始。俄罗斯不愧是战斗民族，这高频率、高密度的轰炸，郑兆玉还真一时间无法破解。米哈伊尔采取的是狂轰滥炸的打法，郑兆玉是精准击打，无非就是一个炮灰覆盖一个精准打击。You think black shirts get a better kicking or boxing？ 好，继续。这是个里勾腿，中国武术打法中呢，属于那个小活做得非常巧，破坏你重心。如果能跟一个后手拳的效果会更好。应该是在上肢做动的是不得分，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进行了干扰和压制。郑兆玉的气势逐渐增强，慢慢的和米哈伊尔产生迂回击打，拉扯位置中时不时组合拳奉上。米哈伊尔是全程狂轰滥炸，一直在用组合拳轰炸郑兆玉。郑兆玉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，没有意气用事和米哈伊尔重拳互换。打得非常的干净。I think Blac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. Yeah, he's strong too.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。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. 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，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，他在攻击对方时候，他打完拳之后呢，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。米哈伊尔经过一轮轰炸，也算是从中到得了一些郑兆玉的信息。郑兆玉面对米哈伊尔的大肆进攻，一直在做的就是防守反击，慢慢的将比分拉开差距。I think Black the punch really heavy. Yeah, he's strong too.
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，上来依旧很火爆，米哈伊尔的挥拳频率很高，命中率却没有很高。郑兆玉挥拳不多，命中率还是很客观的。虽然双方互有换拳，米哈伊尔是全程主动进攻，郑兆玉是打防守反击。No, that punch is really heavy. Do you think maybe one shot they can knock out? Well, I think that's what he's looking for. He's so much stronger physically. I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.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，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，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？惠培柔先生，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，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一下解决战斗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呢，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，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，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。我们发现有些选手经过一轮狂轰滥炸的郑兆玉，从中也获得了一些信息。米哈伊尔进攻虽猛，防守漏洞是相当大的，只要精准打击，米哈伊尔的点数慢慢的就降低了。郑兆玉的组合拳和前刺打得非常的精准而有力，与米哈伊尔的炮轰绝不相同。The boxer， 他有个头，出的时候用头，对。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儿，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。手拿好，对，往后侧着打，不是这样的，往后侧，手拿好，对的，他没劲了，玉哥。太没力了。我们听到场那边的教练也在指导中方的说，对方已经没什么劲儿了，可能体力下降比较快。从年龄上看呢，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，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，所以从体能储备上，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。米哈伊尔的挥拳频率慢慢的开始降低了，郑兆玉依然是在做着防守反击。你打我5拳，我中3拳；我打你3拳，你3拳全中。实则在点数的意义上是一样的，只是看着米哈伊尔进攻比较凶，实则点数还没郑兆玉多呢。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，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，但是腿的地方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。有了，3秒，3秒4秒。很好，遇到不错。米哈伊尔真是目标明确，就是奔着 KO 郑兆玉去的，势必要将搏击名将郑兆玉斩于马下。郑兆玉全力以赴的奋力防守反击。I think that's what he's looking for. So much stronger. 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，米哈伊尔故技重施发起猛攻，郑兆玉直接复合着将米哈伊尔扔下擂台。体能方面米哈伊尔有点不支，但是不知规不知气势这一块绝对不能怂。双方比赛全程无尿点，火力全开的同时，比赛过程还特别精彩。I 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. The Russian guy. 现在从霍利菲尔德先生讲，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，一个重拳的 KO， 否则的话，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，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。所以我们也说，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，可是效果上呢，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看的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，掌握场上的主动权。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，红方的拳应该是23-10。腿是2-1，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，现在霍利菲尔德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，必须需要一个重拳，必须要把对方打倒。Yeah, the blacker need a knockout for one hit. Yeah, one punch. Yeah, that's what he need. This guy don't beat him 2 rounds. Yeah, 而且前2回合红方已经在领先了。That will.
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, you know. The guy just got too many skills. He get hit with everything. 而且说从红方来讲，他的整个技术、技能角度使用的东西更多一点，切膝、腿法。米哈伊尔的组合拳打得有力而密集，郑兆玉的防守反击精准而有力，双方各有优缺点。比赛到现在拼的就是毅力，拳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到达 KO 的效果，体能方面浪费的实在是太多了。It's a very physical game.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. He got heart. 这 He back and back. 用霍利菲尔讲，米哈伊尔还在挥舞着重拳砸向郑兆玉，郑兆玉的体能即将耗尽，防守反击的拳力量稍有降低。反观米哈伊尔也是拖着虚空的身体来进行进攻，全程进攻为了就是这个气势，不能到最能体能不支，而选择放弃进攻，这不是俄罗斯战斗民族的作风。看得块儿大啊，不能光看外表。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，对。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. Yeah, nice physique. 最后时间换拳频率也下降了，慢慢的换成了迂回战。郑兆玉拉扯中，时不时用拳来阻挡米哈伊尔的进攻。这个战术是对头的。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. He got heart. He back and back. 来看3位裁判打分结果，1号裁判。比赛结束，最终双方鏖战了3回合。米哈伊尔全程进攻狂轰滥炸，郑兆玉防守和进攻处理的井井有条。特别是在拳头的密度上，米哈伊尔是占据优势的，郑兆玉的命中率还是非常可观的。最终裁判一直判定郑兆玉获得胜利，米哈伊尔犹如一头无脑的牛，郑兆玉则是一个有头脑的小绵羊。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请在下方说说你们的看法。